大家都听过诺亚方舟，但你知道世界各地的神话当中都有大洪水的记载，也就是说，大洪水是真的发生过的。Hello， 我是其实语说书人。在影片开始之前，帮助我们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讲过很多期有关圣经的内容，唯独大洪水这个还没有讲过。但是今天讲大洪水，不是只讲大洪水这么简单。大洪水这个事件不只有圣经当中记载，在北欧、希腊、中国、印度，甚至台湾原住民的上古神话当中都有提及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而大洪水之后又引发了上古神族的灭绝，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来跟大家分析这个大事件。所以连台湾原住民都有，特别去查才发现说，原来原住民都有，这我就觉得很可怕，就是原住民都有就是大家一起发生的这件事情。台湾这个鸟屎般的国家，居然原住民都有没有，其实原住民很厉害。而且我忘记我是在追哪部剧，然后他突然提到北欧的诸神黄昏，我就开始想说这个诸神的黄昏是怎样。我听过，可是我不知道他最后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我知道神族的人最后都挂了，可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挂了。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主轴，在圣经当中，创世纪有提到，当人类在地上开始增多了起来，又生着女儿，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类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神的儿子意思指的就是天使。本来按照神的定规，天上的天使是不嫁不娶的，但是有一部分的天使不守本位，随从逆性的情欲，所以这里的堕落天使就会变成邪灵。对，附在人体身上，跟人类的女子交合。接着呢，耶和华又说：人既属血气，我的灵就永远不可能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年。那这个120年被认为是神给世人的宽限期，如果没有在这段时间内反省的话，就会被审判。感觉这个120年就是人的岁数。对，这个可是那些人是无辜的，你说人类嘛？对，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就讲到他为什么不是无辜的。好，对，那接着呢，重点来了，创世纪的第6章第4节开始讲，我们讲白话文一点那些日子以后的日子，地上有巨人，神子们进去找人类的女子们，生了儿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这些人就是上古的诸神。对，这些上古的诸神就非常有可能就是天使跟那些人类生下来的后代。对，所以才会有这些超能力，什么宙斯啊，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神话，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那接着呢，圣经上继续讲了，耶和华见到人类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想尽是罪恶，永恒的造物主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心中感到忧伤。耶和华说，他要将他所造的人和走兽、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后悔了。诺亚是一个义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而且跟神往来。但是呢，这整个世界都在神面前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神看到这个地上都败坏了，凡有血肉之躯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坏的，都是不好的。因此呢，神就对诺亚说：凡有血肉的，我都决定要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因为这地上全部都是强暴。所以强暴是这个强暴的定义很广，它比较像是不是就是强暴、暴力、战争，然后有点像人类的7宗罪这种，这个7个罪性合在一起，它意思就是这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都很就是一个混乱，对，然后大家杀来杀去，对，然后好像都纯粹是恶，完全没有好人这种感觉，那这很糟。对，然后感觉你听起来就好像会是希腊神这种感觉，什么谁是乱伦啊，谁又把他希腊的故事真的是乱七八糟夸张，对，所以呢，你去跟希腊的神话对比，你会觉得说，好像感觉很像是巧合，可是当这些巧合发生在全世界各地的神话都出现的时候，就好像不是巧合。对，就不太像是巧合。那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讲诺亚方舟的故事，就是所有人都挂了嘛，只剩下诺亚一家，也就是说现在的人类的后代都是诺亚的后代。对。那其实到这边很多人都觉得说，不可能只有诺亚活下来，那说不定有其他的生还者。因为我非常同意这个论点，是因为诺亚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的信仰又非常虔诚。那你想想看，当这个时候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听到神要消灭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他有没有可能
会在偷救几个，他觉得说是存在那种生死交关期间，能够拉一把，就是把他拉上船这样子。这就正是因为这样，他是一个好人，所以他才会被神选上。所以我觉得不可能就是只有他们一家，一定还有其他人也是被他救下来的。那现在我们看完圣经的传说，我们来听听看各地的神族最后的结局，这些古神到底是怎么灭绝的？在北欧神话当中，又被叫做诸神的黄昏。这里诸神的黄昏指的是北欧神话中的一串巨大灾难，包括造成许多重要的神，像是奥丁、索尔、海姆达尔、火之巨人、双之巨人、洛基，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几个。对。那在这个死亡的大战和无数的自然浩劫之后，整个世界沉没在了水底，末日之战也在这个时候爆发。最后，整个世界复苏了，存活的神与2名人类重新建立了新的世界。诺亚。就他没有讲这是谁可是你看完圣经再看这个，你就会觉得是一样的一样的人，一伙人就是这伙人。好，那这个时候再从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去看，在希腊神话的故事里，也有一段这样的传说：天帝宙斯统治大地，他看到人类越来越残忍无道，人心险恶，弱肉强食，正义跟礼节渐渐的离人类远去。就是说，人类是世间上的祸源，如果怜悯他们，让他们享乐，他们就会立刻繁殖，变得骄傲。如果惩罚他们，让他们受点灾难，他们自然会收敛，但是又会瞬间堕落，无二不作。倒不如一次消灭他们。因此呢，这个宙斯就召集诸神开了一次会，结果呢，他决定降下大雨，制造洪水，把所有的人类淹死。而因为盗火给人类而受罚的普罗米修斯呢，他有一个儿子叫做鸠凯林，他在世间上的人类住在一起，而这个鸠凯林呢，他时不时的会劝人类要向善，以免遭到天神的受罚。有一天呢，鸠凯林到了奥林帕斯山探望他的父亲普罗米修斯，他父亲呢就告诉他说，宙斯不久后要用洪水淹死所有的人类，你赶快准备逃命的方法。这个鸠凯林下山之后，就立刻造了一艘非常坚固的船，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装到船上。果然没几天呢，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下了数个月，洪水淹没整个大地，连高山都没入水中。数个月后，雨才停止。鸠凯林的船呢，也飘到了帕纳萨斯山顶。不久之后，洪水退去，大地才又呈现了出来。但举目茫茫，只有祈求神谕，只是他们怎么做？这个时候，神说：“遮上你们的头，往山坡上走去，一边捡你们母亲的骨头往后丢。”他们猜想这个母亲既是大地，母亲的骨头便是石头，于是就把石头往后一丢。果然，奇迹出现，鸠凯林所丢的石头变成了男人，而他妻子丢的变成女人，人类才又重新回到了大地上。所以我们是石头丢出来的。对，就是在希腊的版本。那各地的版本都不一样，可是他就是用一个很隐喻的方式去带说人类最后又复兴了，对，重生了，对。那在欧洲有这么多的传说，其实东方也有这个大洪水的传说，这我们可能比较熟悉，可是大家可能不会自然的连接上，因为东方写的比较玄幻一点。对，文绉绉了。那中国的神话呢，谈到第一次大洪水是讲水神共工与火神的祝融大战，这两头神就很像北欧神的火之巨人跟双之巨人。那水神共工兵败庐山岛，就一头撞向了不周山。不周山呢是撑天的柱子，经水神共工一撞就断掉了，于是半边天塌下来，天上露出大洞，大地也裂成沟痕，洪水从地底喷涌而出，滚滚浪花泻满大地，一片汪洋。人类在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生存。这个时候，造人的女娲见天灾如此惨烈，便提炼了5色石来补苍天，断了大鳖的4角当作柱子，撑起4方，杀黑龙以救助冀州，堆积炉灰以止住大水，苍天补好，4方也正了。大水干结之后，天地才算是又奠定了，而剩下来的只有谨慎善良的人。同一个故事。对，就不管怎样，就是大洪水，然后后来就是又一伙善良的人活下来了，就对了。同一个故事。那在印度也有一样的传说，有一名叫做魔奴的苦行僧，他在恒河沐浴，无意中呢救了一条小鱼。这条小鱼告诉他，今年夏天洪水即将泛滥，将毁灭一切生物，让魔奴做好准备。到洪水泛滥之时，小鱼又拖着魔奴的大船到安全的地方。
听完这些，你就会发现这些传说都明确记载着大洪水的故事。那人类的原始文明非常的落后，不要说今天有电话，还有网络无线通讯比较发达，古代村落与村落的联系都必须要靠人力，所以他们联系的方式是很慢的，更何况是跨州与州的之间的通讯，长距离的通讯在古代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那这些传说又是从哪里传到哪里的呢？就这个线索有点断开了，不太可能是。会不会大洪水就是一件事，但是影响世界各地？对，然后所以世界各地的神在帮助他们那边的人类。对，然后大家都说先造船再说，就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有一句话是 "A legend start from somewhere"， 意思就是传说都是源自于某个地方。对，这其实是某部片的台词，我觉得。还是你自己想。对，很帅，就给他写下来。到底为什么散居世界各地的人民都会有如此类似的神话跟传说呢？就也许真的是因为上古时代的人类确实面对过一次毁灭性的洪水灾难，那不同的种族散居世界各地，毁天灭地之后呢，人们才重新建立起了新的文明，一直到了今天。虽然只有北欧神话跟希腊神话提到罪恶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说这些诸神跟人类很像。不管是战争啊，还是乱伦啊、掠夺啊，都样样来。所以有可能它不只是消灭了人类而已，它甚至连这些上古的神，对神族都一起消灭掉了。因为如果这些记载它如果是真的的话，那就会变得很可怕。因为圣经最后一章是启示录，是在讲预言。就是会不会已经发生了？对，就搞不好那个 COVID 只是一个开始。对，现在不是 COVID 发生了，然后现在各国感觉要开始算总账那种感觉。那算总账就可能就会引发战争。战争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逃不掉。对，还剩几集能逃的？对。好，那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还剩几集能逃呢？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